英国媒体透露，大陆军工专家叛逃，东风17绝密资料被盗，究竟发生了什么？此事危害究竟有多大？中国还发生过哪些类似军工机密失窃的事件？近日，英国《每日快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大陆军工专家在英国军情6处的协助下，于2021年9月携带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绝密资料叛逃西方。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位30岁的军工专家曾参与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系统，该系统可在太空绕地球飞行，然后进入大气层，并以追热技术打击地表的任意目标。这项技术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的叛逃对大陆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媒体称，北京方面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进行挑战，才能弥补资料遭窃的损失。另外，媒体还提到，这名军工专家的叛逃并非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只因其未获得升迁心怀不满，最终选择叛逃国外。而除了英国军情6处，美国中情局也参与了叛逃计划。此则消息的爆出，对于中国的军工领域而言，无疑将是晴天霹雳。我们知道，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的成就要遥遥领先于美国。2019年，东风17导弹首次公开亮相。作为全球第一款入列的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被认为是现有防御系统无法拦截的。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多次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试射试验，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目前，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试验上远落后于中国，以至于美专家表示，美国与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差距有10年。在这种背景下，大陆军工专家一旦将东风17资料透露给西方，其危害自然不容小觑。那么，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目前，大陆军工专家叛逃的信息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且认为确有其事。根据英国媒体的描述，该专家职位不高，并且年龄不大，仅30多岁。其带走的资料会让中国军方用2年来进行调整。其实可以看出，这名叛逃的军工专家资历并不高，因此可能并没有接触到核心机密。如果真正的核心机密被窃取，那么中国就不会只用2年来调整了。相比整个项目耗费几十年，2年并不算多。要是真的后果难以挽回，那就是整个项目都要重置。另一方面，被窃取的数据设计发射系统更多是在发射后弹道修正并打击目标。但对于美国来说，他们目前研究高超音速导弹主要问题是解决不了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功率问题，发射系统数据对其帮助不大，顶多是让中国不得不耗费时间调整弹道数据。一旦调整完毕，此前的数据也将失去作用。因此，综合来看，此次叛逃事件虽说会给解放军带来麻烦，但还不至于不可挽回。只是此事件也给解放军提了一个醒，后续大陆方面必然会加强防窃密的措施。然而，此次中国军工机密遭窃事件并非个例，除了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其他先进的武器也曾遭到过泄密。中国央视节目就曾报道过，2011年，中国军工专家张建革在出国访学期间，一位名叫杰克的外国男子有意接近张建革，通过照顾起居等方式迅速取得了张建革的信任。随后，杰克提出为张建革提供时薪$200的兼职工作，以及帮助其女儿赴国外留学和取得居住权，让张建革动心了。之后，杰克露出真面目，让张建革将国内正在研究的资料秘密提供给他，并且对每份资料许诺数千元不等的报酬。尽管张建革已经明白对方就是外国间谍，但是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他还是屈服了。数年间，张建革向捷克秘密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但其举动也引起国安局的关注。在2014年6月开始，张建革的住所就受到严密监控。历经半年的证据搜集，最终国安局在张建革出逃前夕将其抓捕。后经过网友扒皮，张建革是中国电磁轨道炮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而中国电磁炮的研究也被认为要领先于美国，因此该项目成为外国间谍活动的重点。而被张建革泄露的资料很可能就是中国电磁炮相关的绝密文件。好在国安局很早就注意到张建革，最终将其抓捕并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8年，中国电磁炮被拍到上舰测试，而在2021年，美国的电磁炮项目却因为技术难以突破，被削减了大量资金。总的来说，电磁轨道炮泄密事件对中国也没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但另一样大杀器则不同了。1999年，中国的国庆阅兵式上，东风31洲际导弹首次亮相。
作为中国第2代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采用了固体燃料发射的方式。相比较东风5洲际导弹因采用液体燃料而超重，指的在发射井发射不同，东风31可以直接用发射车发射，机动性与隐蔽性大大强于东风5。东风31的现身让中国的核威慑力再上一个台阶。然而，东风31的相关数据也被境外情报机构给盯上了，而境外间谍组织的突破口便是全程参与东风31导弹设计与研制的军工专家郭万军。而最终拉郭万军下水的却是中国另一个研究人员沃维汉。1989年10月，沃维汉尚在德国慕尼黑攻读博士期间，被境外间谍机构给盯上了。间谍机构要求沃维汉窃取大陆的国防、军事、内政、外交、科学技术等情报信息，条件是每月给他$1000的工资。而且，假如沃维汉提供的情报信息有价值的话，再根据情报价值的高低给予他数额不同的奖励。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沃维汉很快就被策反了。为了方便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沃维汉依旧保留了自己的中国国籍。1994年，沃维汉回到大陆后，在北京注册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并凭借着自己的医学博士、海归博士的名头，把自己包装成为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以此身份开始了策反大陆军工专家的活动。在一次远房亲戚的婚礼上，沃维汉结识郭万军。沃维汉开始有意接近郭万军，由于两人是远亲又同为研究人员，因此很快熟络起来。而此时，沃维汉开始对郭万军施以小恩小惠，比如请客吃饭之类的，来套一些情报。而当看到郭万军难以抵挡金钱诱惑的时候，沃维汉直接挑明，声称有关中国战略弹道的技术情报很值钱，只要把它卖给境外情报机构，就可以获得一笔巨额报酬。而郭万军竟答应了沃维汉的要求，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窃取东风导弹技术资料的计划。当他们把第一份绝密资料交给境外组织时，郭万军获得$40万的奖励，巨额奖金使得两人开始不顾一切持续窃取资料，但最终两人都被国安局盯上。在掌握充分证据后，2005年，郭万军与沃维汉遭国安局逮捕。经法院审判，郭万军先后向沃维汉提供了7项涉及东风31导弹的绝密情报，最终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沃维汉和郭万军死刑，而被窃取的数据最终落到美国中情局手中。掌握中国洲际导弹数据后，东风31的威慑力大大降低，迫使中国开始改进东风31的技术，以及研发第3代陆基洲际导弹。最终，东风31甲改与东风41在2019年阅兵式上双双亮相。